黎黎的生日快要到了，小树蛙和狐狸猫正上网找寻适合的礼物。狐狸猫对小树蛙说：“你看这个肥皂好好看哦，或许可以把它放在送礼的选项之一。”小树蛙推了推眼镜说：“你知道肥皂可以自己制作哦。”狐狸猫高兴地说：“真的吗？那我想试试看做肥皂。”小树蛙说：“明天我们进实验室先试试看。那你先回去找看看制作肥皂的过程吧。”于是小树蛙便请狐狸猫回家查一下制作肥皂的资料和需要准备的东西。隔天一到实验室，狐狸猫便迫不及待地说：“我查到了制作肥皂需要的材料，有油脂、碱性物质，所以我想要用椰子油和氢氧化钠水溶液来制作肥皂。”小树蛙点点头说：“那我们就开始做实验吧。”做肥皂前需要先准备实验材料。小树蛙准备了椰子油、氢氧化钠水溶液和乙醇，接着将10毫升的乙醇倒入装有椰子油的烧杯中，开始搅拌，直到混合均匀。狐狸猫对于要加乙醇到椰子油中感到很疑惑。小树蛙解释，这是因为椰子油与乙醇混合后，会比较容易和氢氧化钠水溶液混合均匀。椰子油和乙醇混合均匀后，接着加入氢氧化钠水溶液，并搅拌均匀。然后把加入溶液混合均匀的烧杯移到酒精灯上加热。小树蛙说，要持续用拨棒搅拌，直到烧杯中的液体变成白色浓稠状为止。接下来要加入蒸馏水。狐狸猫，你知道为什么要加入蒸馏水吗？加入蒸馏水是为了将反应中未反应完的氢氧化钠溶解出来，停止加热后，等待溶液冷却。接下来，缓慢倒入饱和食盐水中继续搅拌。狐狸猫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小树蛙卖个关子说：“你先观察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狐狸猫仔细观察，发现液体中有白色的固体浮在上面。小树蛙点头说：“没有错，这层白色的固体就是肥皂。刚刚加入食盐水后，可以发现肥皂浮在饱和食盐水上，表示饱和食盐水密度比肥皂大。我们已经透过实验制造出肥皂了。狐狸猫，你想看看，可以怎么检验做出的肥皂是否有去污的效果呢？”狐狸猫想起肥皂可以把衣服上的油污清干净，便说：“我想，我们可以在试管中加入油，然后把肥皂放入看会发生什么事。”小树蛙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不过为了要了解肥皂去污前后的差异，可以试着这样做看看。小树蛙让狐狸猫摇晃假试管，结果不管狐狸猫怎么摇晃，假试管中的水和油都不会互溶。小树蛙接着再让狐狸猫摇晃乙试管，狐狸猫惊讶地说：“哇哦，油和水竟然混合在一起了，而且试管中出现淡黄色的乳化物质。”他把观察结果记录下来，把椰子油加氢氧化钠所产生的反应称为皂化反应，反应式为油脂加碱性物质，如氢氧化钠，可以产生肥皂和甘油。接着把肥皂加入同时放了油和水的试管中，我们观察到肥皂可以让油和水的分层消失，表示肥皂
可以去除油污。肥皂的主要成分是脂肪酸钠，在水中的主要结构是一个长链，长端链一端为清油端，一端为清水端。狐狸猫好奇地问：所以是清油端可以跟油污结合吗？小树蛙回答：没错，当肥皂在水中时，清油端会融入油污，清水端则可融入水中，使油污可以分离，达到洗净的效果。原来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生活中常见的洗碗巾或是洗发精等，也是利用同样的原理清洁吗？小树蛙点点头说：没错，洗碗巾、洗发精、洗衣粉等的去污原理和肥皂相同，不过它们的制造原料主要是石油产物，称为合成清洁剂。狐狸猫很开心自己又学到了不少，便兴奋的要想赶快回去把家里的衣服通通洗干净。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东西做了笔记。皂化反应为油脂加碱性物质，如氢氧化钠，可以产生肥皂和甘油。可利用饱和食盐水将肥皂与甘油分离，是因为肥皂不易溶于食盐水，且密度小于食盐水，造成肥皂会浮于饱和食盐水上。肥皂在水中的主要结构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两端，亲油性一端可溶于油污，亲水性一端可溶入水，随着水流可使油污脱离衣物表面。合成清洁剂为石油化学工业的产品，可在硬水中使用。狐狸猫看到广告中表示小苏打粉可以清除油污，利用今天所学，想想看，为何小苏打粉也可以达到去污的能力呢？小苏打的去污原理和肥皂是一样的吗？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下次见喽，拜拜。